1921年的巴黎，年轻的海明威刚刚踏上这片文学圣地，他怀着满腔热血，想要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文学道路。然而，初来乍到的他，除了一腔孤勇，几乎一无所有。那时的海明威住在拉丁区一间破旧的公寓里，每天靠着微薄的记者收入勉强度日。他曾经试图通过书信与美国的文学界建立联系，写了无数封信给编辑和作家，希望能得到指点和帮助。然而，那些隔着大西洋的文字交流，始终显得苍白无力，回复寥寥无几，即使有回复，也多是客套的敷衍。海明威开始怀疑自己的文学梦想是否只是一场幻觉，直到有一天，在莎士比亚书店里，他遇到了格特鲁德·斯泰因。这位传奇女性并没有通过什么华丽的辞藻来鼓励他，而是直接邀请他到家中做客，面对面的交流文学见解。那个下午改变了海明威的一生。在斯泰因的客厅里，他不仅遇到了毕加索、马蒂斯这些艺术大师，更重要的是，他感受到了真实交流的力量。斯泰因看着他的眼睛说：“年轻人，文学不是纸上谈兵，它需要真实的碰撞，需要灵魂的相遇。你的文字有力量，但你需要更多真实的体验和交流。”从那以后，海明威开始频繁地参加各种文学沙龙，与同时代的作家们面对面交流。正是这些真实的相遇，让他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年轻记者，成长为20世纪最伟大的作家之一。多年后，海明威在回忆录《流动的盛宴》中写道：“那些真正改变我的，不是我读过的书，而是我遇见的人，以及我们面对面交流的那些时光。”海明威的故事告诉我们一个深刻的道理：所有深度关系的建立，几乎都要靠线下见面来推进。这不仅仅适用于文学创作，更适用于我们生活中的每一段重要关系。在这个数字化的时代，我们似乎拥有了前所未有的连接能力。微信、视频通话、社交媒体让我们可以随时随地与任何人保持联系。然而，这种便利的背后，却隐藏着一个残酷的真相：成年人不见面的关系，维持不了多久。这个世界就是千变万化的，人性也通常脆弱不堪。今天遇到点什么事，泛起的情绪能被安抚下来，感情就不会受到伤害。但如果总是隔着屏幕对着重要的人嘘寒问暖，到头来这种关心也显得有些抽象，缺乏实感。时间长了，关系一定会变淡。隔着屏幕传递的关心，再诚恳也得打上半折。这不是什么两个人爱得不够深，和爱不爱的都无关。我不相信现实里有多少人能心甘情愿地谈柏拉图式的男女关系，那都太需要精神高度了，除非到了超凡脱俗的境界。现代心理学研究表明，人类的情感需求有着深层的生物学基础。我们的大脑在进化过程中形成了对面对面交流的强烈依赖。当我们与他人进行眼神接触时，大脑会释放催产素，这种被称为爱情荷尔蒙的化学物质，能够增强我们的信任感和亲密感。然而，通过屏幕进行的交流，无法触发这种生理反应。无论视频画质多么清晰，声音多么真实，都无法完全替代面对面交流时那种微妙的化学反应。这就是为什么即使我们每天都在网上聊天，却依然感到孤独的原因。我看过一个实验，
把每天视频通话的情侣和每周见面的情侣分组对比。3个月后，前者的分手率比后者高出了 47%。这个数据令人震惊，但却揭示了一个不争的事实：距离在男女关系里不会完全产生美，还会产生疏离、嫌隙和焦躁不安。很多时候，物理距离太远的人，连吵架都是奢侈的，因为隔着屏幕，我们无法感受到对方的真实情绪，无法通过肢体语言来理解对方的内心状态。一个简单的误解，可能因为无法及时澄清而发酵成巨大的矛盾。著名的人类学家爱德华·霍尔曾经提出近体学理论，他认为人与人之间的物理距离直接影响着情感距离。在他的研究中，亲密距离0至45厘米是最能产生深度情感连接的范围。在这个距离内，我们可以感受到对方的体温，闻到对方的气味，观察到最细微的表情变化。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细节，实际上构成了人际关系的基础。当我们说一个人有魅力时，很大程度上指的就是这种只有在近距离接触时才能感受到的个人气质。这种魅力是无法通过屏幕传递的，它需要真实的相遇才能被感知。男女关系之间经常见面，虽说免不了有摩擦，有互相说废话的无用时刻，有忍受不了对方某些习惯的烦恼，但此刻两人所面对的都是立体的彼此，全方面360度展示给对方。这种关系有时候也很累，很有负担，很重复，但这就是生活，是互相雕刻对方的方式，是互相参与对方人生的证据。否则光凭每天的视频通话、微信聊天，也只不过展示出彼此2D 的一面。有时候手机内存一满，页面弹出存储空间不足的提醒，反而还成了负担。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很容易陷入浅缘分的陷阱。我们以为通过社交媒体的点赞和评论就能维持一段关系，我们以为每天的微信聊天就能代替真实的相处，我们以为偶尔的视频通话就能满足情感需求。然而，事实上，无论是谁，明星也好，素人也罢，想拥有一段超越浅缘分的关系，都绕不开要主动追求具体的共存生活。落实到细节上，就是要多见面，要多参与见证对方的成长，多构建生活回忆，并且在这个过程中一遍又一遍重新认识对方，认识自己。现代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在他的著作《业态之爱》中提到，现代人的关系越来越业态化，容易建立，也容易消散。这种业态化的根本原因，就是缺乏真实的、深度的接触。我们习惯了轻松的连接，却忘记了深度关系需要时间、耐心和真实的相处来培养。常常见面的关系，哪怕一开始矛盾重重，但至少还有磨合的机会。别小看这个阶段，任何一段关系想从脆弱走向坚固，单单靠缘分是做不到的。支撑起缘分内力的，是一次又一次互相包容妥协，共度难关。没有一段关系一开始就是完美的，甚至有些在一起很久的恋人，一开始完全就是截然不同的两种人，但是因为长时间的共同生活，两人早已知根知底，互相尊重，感情反而变得健康牢固。心理学中有一个概念叫曝光效应，指的是我们会因为熟悉而产生好感，但这种熟悉不是指对一个人表面信息的了解，
而是指对一个人全方位、多层次的认知。只有通过长时间的真实相处，我们才能真正了解一个人的性格、习惯、价值观和处事方式。那些总幻想着天降完美恋人的人，几乎都会失望。哪怕你隔着手机屏幕和一个人聊得多投机、多水深火热，只要一见面，你就会发现对方完全不是你幻想中那种完美爱人。因为线上的一切联系都无法展示一个人多面的样子。想知道那个人是不是自己的正缘，多说无益，多见面才是王道。2020年的疫情给全世界的人际关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考验。在那段特殊的时期，无数的情侣、夫妻、朋友被迫分离，只能通过网络维持联系。这场全球性的社交距离实验，为我们提供了观察人际关系本质的绝佳机会。说个真实的案例，当时在口罩期间，我朋友圈里有对谈了3年的情侣，居然因为隔离了1个半月而选择分开。外人看可能觉得很离谱，但实际上旁人并没有评价的资格。毕竟男女关系里每个人的耐受程度都不同，只有极少数人可以接纳另一半长时间不参与自己的生活，大多数人还是渴望温暖、渴望及时回馈的。那种抬眼就能对视、互相能肢体接触的感情，总归来说更加让人安心。人性天生就是缺乏安全感的，人之所以需要亲密关系，就是因为内心的自我需要被另一半所回应。疫情期间，心理健康专家们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那些在疫情前就有着深厚感情基础的情侣，更容易度过分离的难关，而那些主要依靠网络交流的关系，则更容易在这种考验中破裂。这再次证明了真实相遇在建立深度关系中的重要性。你因见不到面而生发出的辗转反侧、心焦气躁，通通都是正常的，这是来自内心真实的感受。你不必去自我批判，也不需要我自己太依赖对方，不够独立。在感情里，别逆着人性去推进。你不是在修炼什么金钟罩铁布衫之类的神功，那是赚钱和搞事业的时候才需要去练就的。现代社会常常鼓励我们要独立、要坚强，仿佛对他人的需要是一种弱点。然而，这种观念忽略了人类作为社会性动物的本质。我们天生就需要与他人建立连接，这不是弱点，而是我们的本能。著名的心理学家约翰·鲍尔比在他的依恋理论中指出，人类从婴儿期开始就有着强烈的依恋需求，这种需求会伴随我们一生。成年人的恋爱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这种依恋需求的体现。当我们因为无法见到重要的人而感到焦虑时，这实际上是我们的依恋系统在发出警报。人这一生要说有什么东西是需要直觉大于理性，完全 follow your heart 的，那就是男女关系。别想着像谢数学公式一样去面对感情，算计太多反而容易上当。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完全拒绝科技在人际关系中的作用，相反，科技可以成为维护关系的有力工具，但前提是我们要明确它的局限性。视频通话可以让我们在无法见面时保持联系，社交媒体可以让我们了解朋友的近况，即时通讯可以让我们随时表达关心。关键在于，我们不能让这些工具成为真实相遇的替代品，它们应该是补充，而不是替代。就像维生素不能替代正餐一样，网络交流不能替代面对面的相处。
成功的现代关系，往往是那些能够巧妙平衡线上线下交流的关系。他们会利用科技来保持日常联系，但也会定期安排面对面的相聚。他们明白，真正的亲密感需要通过共同的经历来建立，而这些经历只能在真实的相处中产生。在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我们需要重新定义什么是健康的亲密关系。传统的观念可能已经不完全适用，但人性的基本需求却没有改变。我们依然需要被看见、被理解、被接纳。我们依然需要真实的连接和深度的交流。成年人之间的男女关系，说白了就是要情绪价值加价值互换两大因素同时满足，关系才能长久。千万别想着挑战人性，否则你大概率会失望。与其期待一个人总是排除万难去爱你，给一段亲密关系制造难度来证明对方爱你的重量，不如放下所有反人性的一面，让关系以舒服的姿态发展。多见面，多一起吃饭，多倾诉，爱才会一直保鲜。这种舒服的姿态并不意味着关系会变得平淡无奇，相反，当我们不再为了证明什么而刻意制造困难时，关系反而会变得更加自然和深入。我们会有更多的精力去真正了解对方，去创造美好的回忆，去建立深层的情感连接。大多数人其实只要长时间不见面，得不到及时反馈，关键时刻没有重要的人陪在身边，爱意就会骤减。这不是因为我们不够坚强，而是因为爱本身就需要滋养，就像植物需要阳光和水分一样，爱情需要时间和陪伴。真正的亲密关系是两个人共同创造的时空，在这个时空里，他们分享彼此的喜怒哀乐，见证彼此的成长变化，一起面对生活的挑战。这种共同的时空不能通过网络完全构建，它需要真实的相遇和相处。当我们与重要的人在一起时，我们不仅仅是在交换信息，更是在交换能量。我们会感受到对方的情绪状态，会被对方的笑容感染，会因为对方的拥抱而感到安慰。这些微妙的能量交换构成了亲密关系的基础。遇见那个长时间不见面你就不像自己的人，那就尽量抹平物理距离，确保物理距离和内心距离一样近。相濡不一定以沫，但相忘，往往从此就是江湖了。这句话道出了现代人际关系的核心真相。在这个充满变数的世界里，能够让我们保持真实自我的人是珍贵的。当我们找到这样的人时，我们应该珍惜，应该努力维护这种关系。亲密关系不需要反人性经营，我们不需要为了证明爱情的伟大而忍受不必要的痛苦，不需要为了显示自己的独立而拒绝对他人的依赖。真正的爱情应该是让我们变得更好的力量，而不是让我们痛苦的枷锁。在这个数字化的时代，让我们重新拥抱真实相遇的力量，让我们放下手机，走出虚拟世界，去寻找那些能够与我们真正连接的人。让我们用眼神交流，用拥抱表达，用陪伴证明。因为在这个快速变化的世界里，真实的相遇已经成为一种奢侈品。但正是这种奢侈品，构成了我们生活中最珍贵的部分。当我们回首往事时，我们记住的不是发过多少条微信，而是那些面对面交流的温暖时光。就像海明威在巴黎遇到的那些人一样，真正改变我们的，往往是那些与我们真实相遇的人。
他们可能不会在我们的生命中停留太久，但他们留下的印记却会伴随我们一生。所以，别再犹豫了，去见你想见的人，去说你想说的话，去做你想做的事。因为生命短暂，而真实的相遇更是稍纵即逝。在这个充满可能性的世界里，最美好的事情往往发生在我们勇敢迈出第一步的时候。我是高维认知，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还不错，请一定要关注我们的频道，让我们一起每天提升自己的认知水平。